想要了解 AI，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吗？或者是已经使用 ChatGPT 一阵子，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提问效果最好吗？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一集哦！我们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由浅入深哦，从最基本的教学开始呢，带大家一步一步了解呢现在最流行的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在1月底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发过一支影片，就是如何一次就上手 ChatGPT。但是在那之后呢，相关的应用可以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大爆发哦。所以我想说呢，是时候差不多该整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资讯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基本的开始呢，慢慢的带到一些比较进阶的技巧哦。那我们首先呢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今天会来讲到这个 ChatGPT 的使用大全。那就是跟大家预告一下呢，下一集我们会再做一个 Midjourney 的使用大全哦，就是统整一下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然后从基础教学开始。而且在那一集里面呢，我们还会再提到 ChatGPT 加 Midjourney 的应用结合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精彩的内容，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也就是 ChatGPT 哦。那其实它是一款聊天机器人 AI。那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呢，就是它的使用界面。那 ChatGPT 呢，它非常的会聊天，然后你问它什么问题呢，它都可以有模有样的答上2句。那其实除了聊天之外呢，它能够做的事情呢，真的非常的多哦。但是如果你今天呢从来没有用过的话，然后你第一次就开始用一些比较浅白的方式跟它对答，用了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怎么效果不太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会带大家了解 ChatGPT 可以做哪些事情，还有它无法做到哪些事情，就是先了解一下呢它的能耐在哪里，才会比较快的上手哦。那首先呢，我们简单的带过 ChatGPT 它的背景。ChatGPT 呢，它是由 OpenAI 这个组织呢，在去年的11月30号首次发表的。那 OpenAI 呢，最初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哦，所以他们可想而知呢，就是没有什么钱嘛。但是呢，开发 AI 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呢，他们另外创立了一个可营利组织呢，来募资哦。那这个时候呢，微软就看到了商机，然后投资了10亿美金，在背后呢，默默的协助 OpenAI 开发 GPT 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那这几年呢 ，GPT 经过多次的升级呢，已经来到了 GPT-4模型哦。那 ChatGPT 呢，就是建立在这个 GPT 这个大型语言模型之上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程式。那除了 ChatGPT 之外呢，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微软也积极的跟 OpenAI 配合哦，就是想要开发更多相关的应用。例如说呢，今天我们会讲到 New Bing 这个搜寻引擎哦，或是之后呢 ，GPT 也会跟微软365软体结合。那相信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 AI 相关的应用诞生。那 GPT 这个系列呢，没有意外也会继续的升级哦，例如说推出 GPT-5啊，或 GPT-6等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 GPT 的特色哦。那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能够记忆的，它能够记住所有跟使用者之间的对话内容，所以你们的对话是可以连续的哦。你可以请它解释啊，或者浓缩它刚刚已经回答过的问题。例如说呢，我们在画面上面第一个问它的问题呢，就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什么东西哦？那它下面呢，当然就是给我一大堆定义嘛。那假设我还是看不懂他的回答的话呢，那这时候第2个问题我就可以直接问他，请你用更简单的方式解释哦，或是针对他上面的回答呢去问问题，他就会自己抓得到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广义相对论这样。那第2个特色呢，就是 ChatGPT 的回答现在是只限于2021年9月之前的资讯哦，所以你要问他最新的 iPhone 是哪一支啊，或者最新的电影是哪一部呢，他是回答不出来的。那所以呢，他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取代搜寻引擎哦。那大部分 ChatGPT 的使用者呢，就是会2个一起用，例如说他用 ChatGPT 专门用来写文章啊，然后搭配 Google 来搜寻资料这样子。那第3个特色呢，就是 ChatGPT 它能够支援中文还有多国语言哦。就算你同一个问题里面呢中英夹杂，它也是听得懂的。像是荧幕上面呢，我们这边就是直接英文跟中文一起用，它就是可以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那这边呢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用中文跟它对话的时候，在我们平常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呢，因为它写答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出现的，它在写中文的时候呢，常常会回答到一半然后就卡住，就答案它就断在一半哦。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你就打继续这2个字，它就会继续作答咯。它这边呢特别强调中文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用英文跟它对答的话，比较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哦，所以就是先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我们在打开聊天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指定 ChatGPT 用哪一种语言回答，避免它的语言跑掉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 ChatGPT 的官方网站哦。那各位呢，如果是第一次使用 ChatGPT 的话呢，就点这个 Try ChatGPT。那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它的注册网页，网址我也直接附在下面。那注册完毕之后，我们实际进到 ChatGPT 的画面呢，就会像这样子是一个聊天室的界面哦。那手机跟电脑呢，都是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进到这个页面的。那它目
目前呢是没有 App 版的哦。然后现在也有很多 LINE 的聊天室那种版本都是诈骗哦，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哦。那今天呢，当我们想要开始一个新的对话呢，就是到下面的这个输入栏来输入我们的问题或者是要求。那聊一聊之后呢，它所有的对话记录都会储存在左边这一排哦。那如果你之后想要找回我们之前的对话记录，然后聊下去的话呢，就可以来这边点击你原本的对话记录，就可以继续聊下去喽。然后不同聊天室呢是不会互相干扰的。假设你今天在聊天室 A 跟他聊得很开心的话，今天当你新开一个聊天室 B 的话呢，他是不会知道你在聊天室 A 聊了什么东西哦。那新增聊天室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模型，那每个聊天室呢可以选不一样的模型。那如果今天呢大家玩的是免费版的话呢，会玩到的是左边的这个 GPT 3.5的模型哦。那最新的模型呢是付费版才可以使用的左边的这个 GPT 4的模型，一个月是20块美金。但是中间是差在哪里呢？就是 GPT 4呢，相较这个3.5模型，它的知识专业能力呢更加的强大，然后问题的理解力啊，或者产出的回答呢品质都更好。如果呢大家有想要把 ChatGPT 使用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领域的话呢， GPT 4会比较适合哦。所以呢，如果你是玩免费版的话呢，在新开对话的时候，它就不会让你选模型，是只有付费版才可以选模型这样子。那再来呢，我们开始进到这个 ChatGPT 的实境应用的几个情境哦。那我们这边呢列出了4个主题，就是按照你不同的用途呢，会有不一样的用法。那我们首先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有效的沟通与提问。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今天想要让 ChatGPT 产出可用的资讯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让它明确的了解我们的需求哦。那一开始大家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使用普通的问句啊，或是命令句。例如说，荧幕上面的范例呢，就是我跟他要求，请他帮我检查英文摘要有没有语法错误。然后下面呢，大家看到我就是直接贴入了我的英文内容，让他去检查。或者是另外一个例子呢，我就是直接问他一个简单的问句，我就是问他你对人工智慧的看法。那这边呢，他就是给我一个非常官腔的回答。那这样子的提问方式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呢，想要让它效果更好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提到一些方法，让你的问题呢更加的明确，然后也可以让它回答的品质更好这样子。那第一个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 ChatGPT 角色扮演法哦。那这个方法的原理呢，就是因为 ChatGPT 它背后的资料库真的太过的庞大，所以呢，如果我们先帮它设定一个角色的话呢，就可以限缩它从比较专业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还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哦。那实际上应该要如何操作呢？其实呢，就是在你原本的问题前面呢，加一个你帮它设定角色的句子。那这个角色呢，就是看你问题应该要问谁咯。例如说，你今天是数学问题的话呢，前面就是加数学老师。那如果你是哲学问题的话呢，前面就是加哲学老师。你就把它设定成那个角色就对了。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哦，假设你现在呢正在学英文，然后你原本要问 ChatGPT 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提升英文学习的效果。那使用这个角色扮演的方法呢，就会变成原本的第一句就会变成角色设定句嘛，就是请你扮演一位语言学习专家。然后第二句呢，我们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角色的设定，例如说你非常擅长以有趣的方式教学。然后再来下面呢，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哦，就是问他英文学习的方法。接着我们就整个打包送出这个指令。那他的回答呢，这边大家看到他就开始自称语言学习专家哦，下面呢就开始给我一些语言学习的意见。所以使用这个方法呢，你要他扮演怎样的角色都是可以的，他就会以那个角色的角度呢来分析你的问题，然后给你意见。那这样的效果呢，也会比你直接使用普通的问句或者命令句效果来得更好哦。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另外的例子哦，就是假设我们原本的要求呢是请他帮我们检查英文报告有没有错误。那如果使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下去问的话呢，第一个部分就是先让他扮演一位专业的英文编辑。那下面呢，我们再提出我们原本的要求，就是请他检查我们的英文报告。那送出之后呢，他就会变成一个英文编辑来帮我们修正文章啊，或是报告这样子。那第三个范例呢，我们提到就是，例如说我想要问他你对人工智慧的看法。那第一个部分呢，角色设定就会变成说，我先把它设定成一个人工智慧学者的角色，然后再来请他分析我想要问的问题，这样子。那实际送出这个指令之后呢，他的回答切角呢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那他的专业程度呢也会比较高，然后内容呢也会比较有料这样子。那接下来，例如说我们每天呢都在使用重复的一些角色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固定一个
角色一个聊天室哦。例如说，我每天都在用翻译啊，或者写 email 这些功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翻译人员自己一个聊天室，然后写 email 的人员呢就自己在另外一个聊天室，这样子就是把他们分开来哦。那这样子固定聊天室、固定角色的方法呢，跟刚才我们说一个问句一个角色的方法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新开一个聊天室的时候呢，就先下一个设定角色的指令。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假设我们想要设立一个专门用来翻译的聊天室的话呢，我们新开一个对话的时候呢，第一个指令就要先下这个设定角色的指令咯。例如说呢，我的角色设定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请扮演一个专业文字编辑跟翻译，然后后面这一句呢，请帮我归纳及重点整理英文内容。这句话呢，是我希望他接下来帮我做的事情。那这边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我在最后一句加了这个此规则适用我们所有对话，然后不需要我再重复。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我希望它整个聊天室就是固定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翻译跟重点整理，然后不需要我再重复跟他解释说他要做什么这样子。那这边呢，我们看到他的回应呢，就是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这个角色的设定，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完成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丢英文内容给他咯。像这边我就直接丢了一段英文原文给他，我就不需要再解释说他需要做哪些事情，他就会自动帮我们翻译啊，还有重点整理。所以呢，这个角色扮演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哦，就是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下一次呢，我要再用到这个翻译的功能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同一个聊天室，然后贴上一段新的英文内容呢，它就会自动开始翻译咯。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帮这个聊天室命个名哦，下一次我们就比较好快速的找回这个翻译的功能这样。那再来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写 email 的助理。那一样呢，我们就是新开一个聊天室，先建立这个角色。那我们第一句话呢，就是跟他说，请扮演一个专业英文助理及翻译。那这个呢是我的角色设定句嘛。那后面呢，就是我希望他做的事情哦，帮助我回复中文或是英文信件，内容要正式。那最后面呢，就是跟刚刚一模一样，就是此规则适用接下来所有对话，不需要我再重复，就是让他记住他自己的角色。那我们这样子呢，整个一起送出去。那这边呢，设定好呢，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写信咯。那要使用 ChatGPT 写信呢，主要要提供他一些关键资讯吧。那这些资讯呢，其实大概就好了，不用非常的细。例如说呢，我们今天要写的这封信主旨是什么啊？然后收件人是谁啊？然后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跟 ChatGPT 解释一下。那举一个例子哦，假设我今天想要用英文写一封信给 XYZ 博士，那这个内容呢，就是跟 ChatGPT 大概讲一下。然后接着呢，我们就这样整个送出去哦。那送出去之后呢，它就会按照我的要求，然后写出一封信来。那完整的草稿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洋洋洒洒的一大封信，就超多冗言赘字的。那如果是我自己收到的话呢，我也不会想要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自己来修改吗？答案是不用，当然是 ChatGPT 来帮我们改咯。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反馈哦，就是我们觉得这封信怎样怎样，然后叫它浓缩一点啊，然后删除不必要的字。那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呢，你就可以比较快的修出你想要的信件内容了。那再来我们提到回信的部分哦，然后回信要怎么写呢？我们一样呢可以提供这个信件主旨，还有回信大概的内容，还有如果 OK 的话呢，你可以贴上你原本那封信的内容呢给 ChatGPT 参考。那这边呢要提醒大家呢，这个 ChatGPT 的官方呢是可以看到所有对话内容的，所以你在送出之前呢，千万要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敏感内容哦，因为像是前一阵子呢就有一个三星的新闻呢，就是说里面的这个程式工程师直接用 ChatGPT 来写程式，然后泄露一些非常机密的资料哦，那后来就是被公司发现，然后抓包这样，所以大家呢要小心一点哦。那这边呢就是我送出的示范内容，那我的指令里面呢有大概我想要回信的内容呢，还有原本的那一封信这样子。那接着呢 ，ChatGPT 就会帮我们写好这个回信的草稿。那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呢，其实它是会自己抓原本那封信的关键字的。例如说，第一封信里面提到的名字啊、活动名称啊，或者日期，它都可以自己去抓得到，然后写到回信里面。那这样写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你想要再调整内容的话呢，都是可以跟 ChatGPT 沟通。总而言之呢，就是把 ChatGPT 当成一个助理就对了。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假设我想要学习写程式哦，我就新开一个聊天室。例如说呢，我想要学 Python， 我就请他扮演 Python 程式码老师。这边呢是我第一个下的角色扮演指令，就是请他扮演这个老师嘛。然后以下是用我们所有的对话这样。那送出指令之后，他就开始化身 Python 老师，我们就可以开始问他问题，然后跟他请教 Python 相关的知识这样子。
例如说呢，这边我就开始直接问他说要怎样写出下载 YouTube 封面的程式嘛，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带我们写哦。他这边呢看到 ChatGPT 其实可以用这种程式的视窗来显示内容的。它这边呢最方便的就是它在右边这边呢有一个 Copy Code 的按钮，我们就可以直接拷贝，然后贴上我们的程式里面。那在学习写程式的部分呢，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更多内容哦。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就是角色扮演法的主要的方法。那它其实呢，可以延伸出无限多种用法哦，就是只要你想得到的角色呢，它都是可以扮演的。那接下来我们在介绍其他的应用方法里面呢，我们也会持续的用到这个角色扮演的方法哦。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如果你想要让 ChatGPT 的回答更加明确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限制它的作答风格。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我们今天要写2篇报道好了，然后第一篇的目标读者呢是中老年族群，然后第2篇的目标读者呢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哦。那这2种写作方式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来用 ChatGPT 写这2篇报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们的目标读者是谁，他就会依照不同的族群呢去改变他的写作风格哦。例如说呢，我们第1篇下的指令是这样子哦，就是以台湾记者的文笔呢，生动活泼的介绍这个主题给台湾的中老年族群。那这边呢也有用到我们刚刚介绍那个角色扮演的方式呢，带入这个台湾记者的设定。那送出这个指令之后呢 ，ChatGPT 就开始写文章。那 ChatGPT 呢，它写东西不是一次全部出现，它就是会一个字一个字出现。所以它在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前半段的内容，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篇文章 O 不 OK。例如说他这边写到一半，我觉得他写的内容不是很 OK 哦。他这边呢直接把我的目标读者写进了文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就不用浪费时间，我们可以直接中断它作答哦。在最下面呢有一个 Stop Generating 的按钮，我们就直接按下去，接着呢它就会停止作答，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原本的问题跟要求旁边有一个修改键，有没有？点下去呢，就可以在我们原本的问题后面来增加一些条件。那我这边新增的条件呢，就是要求它不要在文章当中提到某些字哦。所以这样子呢，我们重新送出一遍，它就会重写一篇文章。那这样子修改完送出之后呢，一篇针对目标族群写的报道呢就出来了。那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篇，我们要写给年轻的读者嘛，所以这边呢，我们稍微变化一下，就是请他写一篇社群平台贴文，然后以年轻人编辑的文笔，加上非正式啊、emoji 这些比较轻松的用字，然后介绍一个主题给台湾的年轻族群。那我送出指令之后呢，他就开始写文章，然后大家看到他的用字就是会比较轻松哦，然后带一些 emoji 之类的。然后呢，这是他整篇的文章。所以依照你今天写的这些内容是想要发表在什么地方，你的读者是哪些人啊，然后背景跟情境是怎样的，这些资讯呢都可以当成是提问的一部分哦。那除了写作风格不一样之外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限制它的写作格式。那它的回答字数呢，其实是可以指定的哦，例如说500字新的啊，或者是格式也是可以指定的。例如说要用表格啊，还是用程式码来呈现。例如说呢，我们这边可以问他说，请用一段简短的文字解释什么是大型语言模型，举出3个例子，然后用表格呈现。那这边呢送出之后呢，他就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写出这个回答，然后大家看到下面呢就是有一个表格哦。那如果你今天要求他回答非常多字的话呢，要注意一下 ChatGPT 它是有回答字数限制的哦。例如说你要求他写2000字的文章的话呢，它大概停在500字，中文字就会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跟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请他继续，你就打继续这2个字，他就会继续把这2000字完成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透过文章架构来解决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到这个长篇文章的创作方法。假设呢，我们想要写一篇关于人工智慧的长篇文章，那因为 ChatGPT 呢，它一次回答最多就是500字嘛，所以我们就是先把架构写好，然后再分次生成小篇的文章。那除了内文之外呢，其实标题啊或者大纲都可以请 ChatGPT 写出来。那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色扮演呢，这边呢我们就先请它提案文章的标题哦。那这边呢就是10个文章标题的提案。那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也可以请他修改，就是引导他写出你理想中的标题。例如说这边呢，我想要看一下第1个标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型，我就先把它复制下来哦。
然后呢，这边我就说你能不能提供这个第一个标题的另外5个版本，他就另外提了5个类似的标题给我。那这边呢，假设呢我想要采用第一个标题，我也一样呢，先把这个第一个标题复制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写大纲了吼。那写大纲这边呢，我就是先把刚刚那个标题贴上去，然后我就请他写出这个文章的大纲。当然呢，如果想要包含特定的主题啊或是项目的话，就可以直接加在这个问句里面就可以了。那这边呢，他就写完了我这个大纲的草稿。那假设我今天看完这个大纲，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大纲依次下去创作每一个小标题哦。例如说呢，我们这边先请他写其中一个标题，它就会生成这样子的文章。那这边呢，其实就是超长论文当中的其中一个主题。那接下来我就可以请他写完刚才其他的部分。那每个部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自己把它串在一起呢，就可以完成一篇超长的论文了。那当然呢，我们这样子写出的东西可能就是会非常的粗糙。那里面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可以精修的，不论是请他精修啊，或是我们自己精修都可以。再来我们提到就是写文章一些很常用到的指令哦，例如说 rephrase 重写。那在这个单字后面呢，你就可以加一段他刚刚写完的文章或者是句子。那其他很常用到的一些单字啊，例如说延伸、浓缩或是解释，在写文章上面呢都是非常好用的。例如说呢，这边我看完他写完的文章之后呢，可以要求他重写这个句子，或是哪里写的不好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哦，请 ChatGPT 来调整。或者是呢，你可以请他在文章当中解释一些名词之类的。所以呢，利用这整个大纲架构还有文字编辑的指令呢，就可以让 ChatGPT 写出一篇很长的文章喽。再来，我们要讲到使用 ChatGPT 完毕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到的2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查证资讯哦，就是不要完全相信他的答案，因为他是会编造资讯的哦，尤其是比较近代的人名啊，或是地名，而且还会自己乱编出一些不存在的人事物哦。那这种现象呢，在免费版的 GPT 3.5 模型是特别的明显哦。例如说这边呢，我就问他说台北必吃的5间小吃店，那他给我的这些店呢，虽然一眼看去都是真的有存在哦，但是几个地点呢，其实就给错了。例如说上面这个臭老板先生臭豆腐呢，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呢，它其实是在南机场哦，或者是下面的兰家割包呢，其实就是在公馆嘛，它上面写说在东区哦，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错误哦。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问他台湾最红的5个歌手，那他给我的答案呢，大家看一下，前面3个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林俊杰啊、萧敬腾啊、张惠妹，怎么会出现言承旭呢？就是应该不会有人说言承旭是台湾最红的歌手吧？然后最后一个那个许嵩，我还去查了一下这个字要怎么念哦。这个人呢，其实也不是台湾人，所以呢，就是 ChatGPT 它其实是会编造资讯的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使用。那再来第2件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 ChatGPT 给出答案之后呢，你可以给它反馈。例如说，你可以请他专业术语的部分可以多加解释啊，文笔可以再生动有趣一点啊，或者是我觉得你写的这一段不是很好，请重写之类的。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呢，可以比较快的产出一些可以用的内容哦。那我们现在呢，到这边先做一个小结，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跟 ChatGPT 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长篇创作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刚才讲到最大的重点呢，其实就是角色扮演哦，就是让他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问题，他的回答呢才会更加的专业，还有更加的精准。那每一个聊天室呢，可以设定成不同的角色，例如说固定用来写 email 啊，或者中英翻译。再来呢，就是限制它作答格式哦，例如说写给台湾年轻人的文章啊，或是画个表格等等的。还有呢，我们就是有讲到利用创造这个文章架构来写长篇文章，我们就是先列一个大纲出来呢，然后再分析上去创作。最后呢，问完一定要查证资讯，还有给予反馈哦，这样子效果才会比较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介绍更多 ChatGPT 的用法哦，例如说资料归纳整理的部分。那刚刚呢，其实我们都是在用 ChatGPT 无中生有，生出一些资讯嘛。那写来写去，你会发现它就开始空转。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要怎样把我们自己的资料丢给它哦，进一步帮我们整理我们需要的一些内容，或是加速我们资讯吸收的速度啊，或是分析的速度等等的。假设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篇英文的新闻报道，我们想要请它重点整理还有翻译的话呢，我就可以先把它全部复制下来，拷贝之后呢，我们再回到 ChatGPT 这边，然后结合呢我们刚才学到的这个角色扮演哦，所以我们就先打出一个指令，请它扮演这个翻译跟编辑，然后重点整理这一篇
这个新闻，然后呢使用繁体中文，就是我有指定这个语言，然后接着呢我们就贴上刚刚的新闻内容然后这边呢要用冒号还有2个引号把它框起来这样子。那当然了，这边呢，你想要它对这个资料做怎样的处理呢，都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自己调整例如说，请它分类啊、抓关键字啊、归纳、结论或者是分析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这边呢，我要特别提到算术的部分就是免费版的 GPT 3.5呢是不太会算数的，就是连基本的加减乘除都是会出错的所以如果你的资料呢有需要用到这个算术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接着我们真正送出的指令呢，就是会长这样子就是一个角色扮演，然后后面加上我们需要整理的资料，这样子一个格式送出去。那接着呢，它就会帮我们完成我们需要的内容。那当然呢，除了这个翻译整理之外呢，你也可以针对这个成果继续问它更多的问题，例如说请它交叉比对啊，或是深入分析之类的，甚至也可以用表格来呈现你想要的这个成果。那再来另外一个例子呢，这也一样是网络上面的一篇英文的新闻我们一样来重点整理跟翻译一下这个新闻。那我们一样呢，先把这个内文全部都拷贝起来，然后回到这个 ChatGPT 里面。那我们一样呢，先写一下角色指令然后后面贴上刚刚的新闻稿，用冒号跟引号把这个资料范围框起来然后中文的新闻重点整理就出来了。那再来呢，顺便讲到这个翻译的新闻呢，其实是在提到上个月3月22号呢，就是 Elon Musk 他主办的这个研究机构有发表一篇公开信就是呼吁各大公司暂停开发 AI。主要是在讲说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开发的太快呢，会危害到全体人类的未来，所以就是希望政府可以介入立法，然后暂停开发6个月。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非常有趣就是 Elon Musk 自己有买了一批这个晶片呢，想要自己来开发 AI， 所以就是有一点怎么讲自打脸嘛。那这边呢，我们再补充一些东西，例如说你想要精准的翻译论文的话呢，就可以参考这边的用语，就可以要求它把原文附在这个专有名词跟带有引号的文字后面。然后在这中间这里呢，就是你贴上你原本论文的原文这样子。然后下面最后这边呢，是再一次提醒它我们的规则，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整个送出去它就会在重要的单子后面直接附上原文了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开始想要把一大份的报告直接丢进去给他看，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ChatGPT 目前有输入文字的限制2000字因此呢，现在我们这边要来介绍一个第三方的网站呢，叫做 ChatPDF， 它是可以帮助大家呢快速抓到 PDF 里面的重点那这个网站呢，它可以直接上传 PDF， 然后使用类似 ChatGPT 的功能，它可以问答、分析抓资料，还有重点整理这样。例如说这边呢，我就直接上传了一份155页的英文报告进去它就会像这样子出现在这边，我就可以直接点进去。接着它就出现了一个很像 ChatGPT 的画面，但是它跟 ChatGPT 是不一样的服务它这个 PDF 呢是第三方开发者开发出来的一个功能，然后它背后使用的模型呢，应该是等级比较低的 GPT 模型才可以一次处理这么大量的文字。那在这边画面上面，大家看到他一开始用法文跟我们对话，但是不用理他，我们就直接开始用中文问他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请他分析这个 PDF 里面的内容，然后可以问他各种关于这个报告的问题呢，他都是可以回答的。例如说呢，我们可以请他重点整理或是问他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些细节等等的。那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提到这个是在哪个章节里面有提到的资料。那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验证资讯例如说这边我就直接请他截取原文，例如说在上一个对话里面他就提到了第82页的资料，我就请他把这个82页的原文打出来。那后来检查了一下，他给我的这段原文呢，其实不只是第82页的内容，他还掺杂了一些第1页的内容所以就是每一次呢，他的回答都是要检查一下他说的对不对，就是避免他捏造答案这样子。那再下一个方法呢，我来讲到如何在ChatGPT 里面丢入大量的资料。我们刚刚有说呢，它一次接受的文字量最多是只有2000字嘛，因此呢，一篇很大的文章呢，势必要切成很多个2000字喂给它吧。那要怎样让它把所有的2000字都串在一起分析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标记法。那注意一下呢，这个方法是只有GPT 4才可以使用
那要怎么用这个方法呢？我们先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然后第一个指令呢，我们先来解释我们的规则，然后呢，先预告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丢很多文章内容给他，然后呢，我们会以小老鼠来编号顺序哦。那这边呢就要提到 ChatGPT 它是有一个职业病哦，就是它看到什么文章内容呢，都会很想要一直摘要。所以这边呢，我就先跟他讲说，请你先记住我的文章内容，不要摘要。但是其实这样子说完，他有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想要摘要哦，所以我们等等呢也会看到他这个强迫症的情况。然后指令的最后面呢，我们跟前面一样的，就是加上此规则适用所有对话这样子一句。你会发现呢，其实这样子加完，他有时候还是会忘记我们的规则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提醒他一下。这样子写完之后，我们就整个一起送出去，他就回答说呢，他已经听懂了。那像这边呢，大家发现他会突然开始用英文啊，或是简体中文回答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再指定他全部都用繁体中文回答就可以了。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资料倒进去咯。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先请他记住小老鼠1的文章内容。那后面呢，我就是加一个冒号，然后贴上下面是2000字的内容。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就是上传小老鼠2啊、小老鼠3等等的，然后分别贴上2000字。那它最多呢是可以处理到2万多字这样。那这边呢，大家看到呢，上面第一个是我给他发出去小老鼠1内容之后他的回答。那他其实就是忍不住开始想要摘要，然后摘要到一半呢，我就直接暂停作答，然后提醒他说不要摘要，然后记住规则。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哦。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贴上小老鼠2的文章内容。那后续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贴入小老鼠3啊、小老鼠4等等的，以此类推。那这样子全部贴完我们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请他分析啊，或者总结我们所有的内容。然后另外呢，这个方法呢，也可以让他用来学习你的写作方式哦。就是例如说，小老鼠1到小老鼠5呢，各贴一篇你自己写出来的文章，他就可以依照这些文章呢，来写出很像你自己写的文章这样子，就是让他模仿你的文笔。那资料或者数据分析的部分呢，之后微软也会推出专门的 AI 功能来配合 Office 软体，像是 Word 啊，或是 Excel。那对文字啊或者数字分析这部分的需求呢，就会有更针对性的加强哦。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之后他们推出的这个新功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ChatGPT 来学习知识哦。那受限于它的这个最新资讯呢，只更新到2021年，然后还有它的正确性呢，其实并不是100%，所以我们在挑科目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现在呢，比较 OK 的一些科目呢，或者是错误率比较低的部分呢，就是语言学习的部分。毕竟呢，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语言模型嘛。那它可以用哪些方式帮助我们学习呢？例如说，我们这边呢，就可以直接问他说，如果我想要学习某一个科目，要怎样使用 ChatGPT 最快？那因为 ChatGPT 呢，它就是内建使用手册哦，所以用这个方式呢，它就可以先给我们一些学习的方向。当然，如果你原本就有自己一套学习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开始跟他讨论，要怎样让它辅助你呢，会更加有效率，或是更快。然后呢，你们也可以一起开发新的学习方法之类的。那这边呢，我就直接问他说，怎样使用 ChatGPT 学习英文最有效率？那他就会给我一些配合的学习方式哦。例如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使用 ChatGPT 来训练阅读，帮助我们练习这个文章的理解，还有单字的用法，或者是你可以丢给他一些现成的英文教材，请他当家教之类的。总之呢，用法真的非常的多。那接着我们进一步开始选择我们有兴趣的学习方式。例如说呢，我这边对他刚才提出的这个练习阅读文章的方式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问他要如何实践这个部分了。那这边呢，他就会提供一整套的步骤，那按照他的步骤呢，就可以练习英文阅读嘛。然后 ChatGPT 呢，就是老师哦。那我觉得使用这个方法最棒的部分呢，就是在于它其实是在帮每一个人量身打造最适合的学习方式。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随时请他换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学习的。例如说这边第一点呢，他就提到说我可以跟他讲我感兴趣的主题或是英文的难度，他就会自动生成一篇文章来给我练习阅读这样子。那接着下一步呢，我就要求他针对美国新闻常用的单字，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少见的单字来写一篇文章，帮助我
练习英文阅读哦，所以他就写了下面这一篇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文章。那不管你今天想要学的是什么内容，例如说写作技巧啊，或是写程式，你都可以直接问他呢，怎样配合会最有效率哦，然后他就会帮你设计一套最适合你的学习方法。那下一个例子呢，我们来讲到练习逻辑思维或者是问题解决哦。那一样呢，可以先开启新对话，然后让他进入角色，那请他扮演逻辑思维专家，并且引导我们思考的方向。那这边呢，我就送出指令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列出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练习逻辑思维。那这些方法呢，总要有一些主题来帮助我们练习吧。所以呢，我就直接先丢出了一个问题哦，就是问说，现代人怎么不喜欢生小孩呢？然后我请他引导我的思考方向，然后不要讲答案。或者是呢，另外一个很好用的方法就是可以请他来问我们问题，引导我们思考的方向。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延伸讨论，然后跟他讲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例如说呢，我觉得房价是一个原因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开始引导我往下去验证我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呢，我们可以横向的发展去讨论出其他的原因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用来学习的例子呢，就是学习写程式的部分哦。ChatGPT 呢，它非常适合用来学习写程式，或者是当成辅助工具。那像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是不会写程式的，但是不管呢，你今天是从头开始啊，或者是你已经非常会写程式，ChatGPT 呢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哦。例如说，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假设呢，我想要学习 Python 这个语言程式，那这边跟前面一样，我可以先结合我们刚刚的角色扮演呢，先把这个 Python 老师叫出来。那假设呢，我今天从来没有碰过 Python， 我就可以直接问他说，我想要从头开始学习 Python， 那我的电脑呢是 MacBook， 请问要从哪里开始？那这边呢没有错。就连安装程式这么基础的东西呢 ，ChatGPT 都可以一步一步带我们上手哦。那这边会举这个例子呢，是因为Python 它在 MacBook 跟 Windows 电脑上面要装的东西呢，其实不太一样。那新手呢很难一开始就摸清楚这些规则哦。那一开始查资料呢，可能就要查好几个小时。那这边呢，其实我们直接问他就 OK 了。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问他一些 Python 的基础知识啊，或者指令教学，或者是大胆一点，你可以直接跟他提出你想要写怎样的内容，然后丢主题给他，要他教你哦。例如这边我就要求他跟前面一样呢，请他教我写出如何下载 YouTube 影片封面的程式，他就会把所有需要的工具呢都先列出来。那下面呢，它就直接帮我们写好可以 run 的这个程式嘛，我们就可以直接试看看这个功能哦。那它也在里面呢，先写好了使用说明。那经过我自己实际测试之后呢，它写的内容呢，真的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哦。也就是说呢，我这个完全不会写程式的人呢，也可以快速的用 ChatGPT 写出一些简单的功能。那网络上呢也开始出现很多这个 ChatGPT 写程式的挑战，例如说3个小时快速写出一个小游戏啊之类的。那写程式呢就一定需要 debug 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正在写的东西，或者是你有问题的地方呢，直接复制贴上给他看，他就会直接帮我们分析我们的问题哦。不过也是要注意一下呢，敏感内容就是不要丢进去哦。所以我自己这样使用一阵子下来，我觉得 ChatGPT 非常适合用来写程式哦，非常的新手友善，然后它也非常适合拿来当辅助工具，就是写程式的辅助工具这样。那最近呢，关于写程式这个部分呢，我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用法呢，就是让它来写电脑自动化的脚本。那以下呢来讲一下我自己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的状况哦。那情况呢，就是我想要让 MacBook 自己把简报的备注呢全部都复制下来，然后贴到另外一个简报里面。那这2份简报呢都有100多页的投影片。这边呢就提供2个我自己实际操作之后发现的技巧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跟他讲做法，而是引导他自己找到做法，然后自己写程式。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一开始先跟他讲了做法，例如说这边我叫他写一个 JavaScript， 后面呢还加了说呢，我想要复制下来呢，先一个脚本，然后贴上的部分再另外一个脚本，就是总共写2个脚本这样子。但是其实呢，这样子给他太多规则呢，反而会让他更容易出错哦。然后他写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讲到第2个小技巧，就是如果他写的程式，然后你在 run 的时候出错，这个时候呢追问他，要他去修正啊，或是更正，不一定会更好哦。更多时候呢，他会在道歉完之后呢，越写越烂哦。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停损哦，就是果断一点，另外再开一个新的聊天室，然后用另外一种方法提问。
所以后来第2次我就是直接换一个问法，我变成只讲我的目的哦，就不限制他的做法了。例如说，我就直接问他哦，我想要复制备注到另外一个简报，这样子最快的方法是什么？但是其实我心里早就有答案，就是一定要写 AppleScript 或是 JavaScript 来自动化。但是我就想说，先看看他自己有没有提到这个方法哦。那在他的回答的最后面呢，其实就有提到说，这个自动化这边呢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触及的部分。那我就直接把他提到自动化的这一句话呢，直接复制下来，然后下面呢就直接问他说，哦，如果我想要自动化的话呢，要怎么做呢？我就直接复制他上面写到的东西哦，就是我一个字都没有改，然后呢，他下面就直接帮我写出了这个自动化的脚本。接着我就把这边的东西直接 copy 下来，然后到我的电脑的自动化的程式里面呢去 run 这个脚本。最后呢，就是成功把我想要的简报的内容呢复制到了第2个简报里面哦。那其实我自己也算是一个写程式的门外汉啊，所以如果很会写程式的各位呢，有用 ChatGPT 写程式的一些小心得，也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讲到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呢，就是请他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很难的观念。那像我自己呢，有一点点的阅读障碍哦，那光是阅读一些理论啊，或者是原理之类比较生硬的单字呢，就比较难消化这些复杂的观念。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请 ChatGPT 用一些故事来润饰这些内容，让我比较好记住跟理解一些我想要学习的东西哦。例如说这边呢，我们问他什么是量子力学，那下面呢他就给我一些标准答案嘛，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些原理。那我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很抽象，没有什么记忆点，感觉下一秒马上就忘记了。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请他用简单有趣，还有让人产生记忆点的方式呢，解释给15岁小孩听。他就会把刚刚上一页所有很震惊的理论呢，用有趣的故事还有角色包装起来，然后最后呢，用非常有特色的方式来呈现。那它完整的回复呢，就是在这边哦。原本那些非常难的理论呢，瞬间就变得非常的好理解。例如说你自己要学习啊，或是教别人，就会非常的好用。这个15岁小孩设定呢，你也可以自己设定成，例如说5岁啊，或是10岁之类的。它的用词呢就会比较简单，然后概念呢也会比较抽象，还有比较有创意这样。那到这边呢，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如何将 ChatGPT 应用在整理资料还有学习知识嘛，是不是觉得它不能用来搜寻资料，非常的可惜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微软的搜寻引擎 New Bing 哦。那这个 New Bing 呢，是将原本的搜寻引擎 Bing 呢结合 GPT-4 模型哦，可以让大家呢用更口语化的方式来搜寻资料。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就是 New Bing 的界面哦。左边呢是一般的搜寻引擎页面，然后右边这边呢就是跟 ChatGPT 很像的一个聊天室的界面。那这个 AI 呢，它有2种用法哦。第一个呢是可以像 ChatGPT 那样子单独使用。然后另外一种用法呢，就是可以搭配左边的这个搜寻视窗一起使用。那 New Bing 它的回答呢，会比 ChatGPT 更加的明确哦，因为 New Bing 它是可以看到最新资讯的。那虽然使用 New Bing 是免费的，而且它里面使用的呢还是 GPT-4 模型，但是呢，现在要用 New Bing 这个 AI 的功能有2个条件哦。第一个呢，就是你要用微软账号登记 New Bing。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边有一个开始聊天，你按下去之后呢，就可以登入，然后直接使用这个功能。那所谓的聊天呢，其实就是跟 AI 对话的意思哦。那第2个条件呢，就是要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下载微软浏览器 Edge。符合这2个条件之后呢，打开 Edge， 在网页的右上角呢，就会出现这个蓝色的 B 按钮。这个呢，就是跟 AI 聊天的按钮哦。那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聊天室呢，就不会出现这个按钮。例如说你是用 Safari 啊，或是 Google Chrome 呢，打开就不能使用这个功能哦。那在聊天室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 AI 回答的精确性。如果你选更有创意的话呢，它的话就会比较多，但是精准度呢就会比较低一点。它比较适合用来规划啊，或者是列清单之类的。那如果你选择更精确的话呢，它的回答就会比较保守，然后话会比较少哦，然后资料也会比较精准。但是呢，它的个性就会比较难搞一点，就是大家呢会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说什么 New Bing 不回答我的问题啊什么的，为什么会这么难搞？就是因为它的回答如果想要比较精确的话呢，它就会问你很多问题哦，然后比较有个性一点，所以不一定选精确就会比较好用这样。那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开始在最下面输入栏开始查资料，例如说呢，我这边就要求他帮我整理这一篇新闻哦。它
它就会参考多个新闻网站，然后写出这个事件的始末以及影响。那参考网站的部分呢，大家看到下面这个虚线的一条线呢，代表它是可以点进去的，就可以直接看到它参考的网站来源。或者是在这边，你可以直接点这个网站，就可以看到说它的资讯是出自哪一个网站这样子。那再往下滑呢，它会自己帮你列出你可能会想要问的其他问题。它点下去呢，它就会自动送出这个问题，然后它就会开始帮你整理这些内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用法呢，就是直接在新闻的页面请它重点整理，它是可以抓得到你正在看的东西的哦。只要打重点整理这4个字就是 OK 了。那你换一个新闻页面呢，就可以直接再问一次重点整理，它就会再帮你整理一次了。那像刚刚这边人造语的新闻啊，重点整理完之后呢，它在下面就会自己帮你延伸出一些你可能想要了解的话题哦。例如说人造语是什么啊，或者它有怎样的风险，你直接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搜寻了。另外呢 ，Newbin 它在这个界面上面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AI 写作工具哦，在聊天室的视窗上面呢，右边有一个撰写的按钮。那这边呢，你就可以开始输入你想要写的东西，例如说什么样主题的文章啊、email 啊，或是报道之类的，你就可以在题材这边填入哦。那这边呢，我填入我的主题之后呢，下面就可以选择语气跟格式，有没有非常上ChatGPT的功能？它其实就只是把那边的功能做成按钮这样子，然后加上 Newbin 它可以搜寻最新资料，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那我们全部选完之后呢，就可以按下面的这个生成草稿。那这边呢，它就生出了一个新闻文章给我，但是呢，跟刚刚 Newbin 的 AI 界面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这边没有写出它参考的网站哦，所以这边写出的内容还是要自己再去查证一次哦。那注意一下呢 ，Newbin 它跟 ChatGPT 最大一个差别呢，就是 Newbin 它是不会保留对话记录的，所以不管刚刚你是用 AI 查的资料啊，或者是用 AI 写的文章呢，都是不会保留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保留这些资料的话呢，你必须要手动备份到你自己的文件里面。你每次关掉视窗啊，或者重新开始对话呢，它都会把原本的对话洗掉，那这样子就找不回来了，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部分。那最后呢，我们来补充一款蛮多人询问的笔记 AI， 就是 Notion AI 哦。那这个呢，就是现在跟 GPT 结合的最完美的一款笔记 App。那它有网页版跟 App 版。那有人呢会使用 Newbin 来搜寻资料，然后搭配这款 Notion 呢来整理资料的效果呢也会很不错哦。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在于直接把 AI 文字编辑的指令呢，直接做成了选单界面。像大家看到这边呢，针对文字编辑的选单里面有4大分类哦。那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写的功能。就是针对你写到一半的文章呢，请 AI 继续写下去。那第二个分类的项目呢，就是从现有的文章产出其他的文字内容，例如说翻译啊、总结啊、解释等等的。那第3个分类呢，是编辑与审阅。像我们刚刚呢有讲到语气设定啊、延伸或者是缩短句子跟文章这些功能呢 ，Notion 这边也都有哦。另外呢，还有检查文法啊、增强写作、修饰文章等等之类的功能哦。那第4个区块呢，是新增草稿哦，里面有各种文章的格式，例如说论文啊、email 啊、待办清单等等的。那跟 ChatGPT 的用法一样哦，就是大概跟他说你想要写怎样的内容，他就会写一篇草稿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呢有大量编辑的需求呢，有这个选单的界面呢，会方便很多哦。那到这边呢，我们今天这个 ChatGPT 的5大应用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那相信大家呢对 ChatGPT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吧？像是问问题的方式啊，或者是它能够做得到或做不到的事情呢，我们大部分其实都讲过。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应用的方法呢，大家都在各自的开发哦。所以如果你有觉得什么样很好用的方式我没有讲到的话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一起补充，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差不多到这边。那在下一部影片里面呢，我也会非常详尽的解说这个 Midjourney 的教学哦，它是一款 AI 图像生成式的工具，所以如果你对生图或是算图有兴趣的话呢，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并且开启小叮当，才不会错过下一部精彩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如果你对生活化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最新资讯也会 po 在那边，或者是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